Hello，大家好，我是剑哥。早在2008年呢，酷冷呢就曾推出过一款名为 V8的散热器。酷冷呢是从汽车的 V8引擎汲取了外观的灵感8根热管的豪华配置，在水冷散热尚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属于顶级的散热产品了。而到了2013年呢，酷冷再次推出了 V8的升级款 V8 GTS， 外观更加的奔放酷炫。把散热板技术呢用上了消费级的散热器，那这款产品应该会更多观众熟悉一些。当时呢我是装过了不少搭配的4790K 的主机。25年太平亮点时候呢，我当时就摸到了新一代的酷冷的 V8 3D HP 用上了服务器上的 3D 热管技术。经过了1年多的调试呢，总算是到了现在，我们拿到了这款全新的 V8 A4 3D HP。先不说这个性能如何，就看这个外观，你觉得能打几分呢？我们先从包装看起这次的 V8 A4 3D HP 的包装呢，还是沿用了酷冷经典的紫色作为基础，正面以紫色的标记贴纸标注了这是专门为 AMD 优化的版本包装为掀盖式，打开盖之后呢，就能看到这次的 V8 A4 本体了。散热顶部的装饰板呢，依旧是从汽车引擎汲取的灵感，顶部呢有8根装饰横亘在中央，左右两侧的风扇顶部呢，则是各自写上了 V8 3D HP 的字样。在侧边呢，则是写了 V8 A4 风冷散热器的名牌，外观整体就比较炫酷。不过呢，比起当年的 V8 GTS 还是内敛了不少。而在拆掉了风扇之后呢， V8 A4 3D HP 的塔体上呢，有一根相当明显的特征，就是2根垂直于桶底的 3D 热管。酷冷官方说呢，是 3D 热管是能够直接覆盖 CPU 核心热点的正上方将热量同步传导至鳍片的中央与两侧区域，能让风冷的散热鳍片呢获得更大的均热面积。另外，3D 热管的回嘴距离呢，相比于常规热管更短，散热更快我们稍后的实测就来看看效果如何。配件方面呢，则是包含了散热器必须的双面带扣具和风扇2合1的转接线。说明书上说是只给了 AMD 的扣具，但是实际上还是给了英特尔版本的扣具。目前的英特尔版本还未上市。酷冷官方说这2个版本呢是针对了 CPU 的顶盖的凸度差异，到核心热点的偏移位置，再到不同平台的热负荷分布规律都做了专门的优化。好在风扇上呢， V8 A4 3D HP 的前后2把风扇是有明显区别的。前风扇呢是一把7扇叶，峰值转速为2500上下250转每分钟的正叶风扇后置呢则是一把9扇叶的，峰值转速在2050上下250转每分钟的反叶风扇。热管方面呢，则是配备了6根的常规热管，搭配2根3D 热管组成的 V8 系列的一贯的8根热管的配置。谈外观呢，当然肯定更加关注性能既然手里的这个 V8 A4 3D HP 是 AMD 的版本，那我们这次就对比也只会涉及 AMD 平台。陪跑的选手呢，分别是以下几位：去年非常火的单塔双风扇的6热管的酷冷 Hyper612 Apex， 和 V8 价格差不多的双塔双扇6热管的猫头鹰的 D15G1 为什么没有用 G1 呢？因为 G1 太贵了，1199元的风扇了当时我们做完首发评测的时候，发现差不多也就比 G1 低个3度，于是就出好手回血了。此外呢，我们还添加了一个一体的水冷，酷冷的龙影2代350，那作为一个对照。其实提醒一下呢，就是风冷水冷散热方式有比较大的不同，其实单纯的散热性能肯定是水冷要强很多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把散热器呢装上了微星的 B250M Power， 在开放平台上测试，内存为知奇的皇家型6000 C28 32G 的套条，电源使用是海运的 Focus GX1000 Vivo。其他的配置细节呢，我们就打在这里。首先呢，我们测试一下目前第2好的这个游戏 CPU 980X3D， 在配件大涨情况下呢，那这个 U 的价格呢一直是在小跌还是非常合适大家选择的，是一颗单 CCD 8核16千的 U。虽然说 TDP 是120瓦，看得不高，也较大改善了这个积热问题，但是如果说开了 PBO 超频之后呢，其实对于散热器的散热压力还是不小的。我们在 BIOS 内调整频率，全核良 5.2G， 电压 1.205伏，防电压曲线 Mode 3，同时关闭无 AVX512的设置呢，此时这颗 980X3D 在单核 IPU 的时候的功耗约在140瓦左右，室温控制在25度左右。我们手里这个猫头鹰的老旗舰呢，面对新 CPU 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了。10分钟单烤之后的温度稳定在了90.8度，那排名第2的是 Hyper612 Apex 90.5度，而 V8 A4 3D HP 则相比于 Hyper612 Apex 就低了2.1度不过水冷这边的表现明显是更加游刃有余，仅82.4度。当然呢，风冷区面对 980X3D 的压力一般都不会很大，那烤机跟实际使用的差距就更大了。
实际游戏使用呢，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这个测试的温度，所以说基本上 980X3D 都是可以随便去压的。当然呢，除了使用 980X3D 进行游戏的用户呢，还有些会使用像9950X 这类16核32线程的更加偏重生产力的双 CT 的 CPU 相信酷冷呢也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在这类 CPU 上有更好的表现。于是呢，我们又在测试的这些散热器在面对9950X 时候的表现。那这颗9950X 我们定频在5G，定压1.125伏，那单烤 FPU 时大概在220瓦的发热。那此时的温度又如何呢？温度最高的依旧是 D15G1 92.6度，紧随其后是 Hyper 611 IPX 91.8度，而 V8X 3D HP 90度在风冷中是表现最好的。对比前面和145瓦的 980X 3D 比呢，那似乎220瓦的 9950X 的温度并没有高太多我们推测是这个双 CT 的结构让发热的面积翻倍了，但是功耗却没有翻倍提升。热密度呢会略低一些，当然，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用风冷强行压9950X 这样的旗舰 CPU 呢，还是有点为难他们了。那我们在开启相同的 PU 设的时候呢，用 V8X 3D HP 和龙鹰2代都跑了一下，在 3D Bench 223。那 V8X 的分数甚至还要略微高一点点，但是即使室温25度呢，开放平台 V8X 3D HP 都已经来到了95度，龙鹰2代呢也超过了90度。那装入机箱之后的这个温度只会更高。如果说是经常拿9950X 进行 CPU 重度生产力的话，可能还是水冷会更合适一些。当然，散热器呢不能只看散热表现呢，噪音也要去考虑。这方面呢，则是猫头鹰的舒适区了。那这两把14厘米的风扇峰值转速非常保守，仅1500万左右，所以说噪音也是非常安静，仅43分贝左右。我们意外的是 Hyper 611这两把峰值转速在2400上下10% RPM 的这个风扇呢，峰值噪音与龙鹰2代的峰值噪音是在一个等级的，约46分贝左右。而 V8X 3D HP 的噪音则略高一些，约48分贝。大型风冷呢，往往还要考虑兼容性。酷冷 V8 3D HP 的高度为167毫米那顶部的装饰垫占了不少空间，那这点就要在选择机箱上注意了。而之前的 Hyper 612 IPX 159毫米的高度那确实就友好了很多。当然酷冷这两个散热由于是单塔呢，其实对于主板和内存兼容性是比较好的，即使像百维的 DW100这样的超高马甲内存也是能够兼容的。我们使用明轩的 B850 ITX 主板其实也完全没有这种问题。而双塔的猫头鹰这个 D15G1 就不太一样了。那在安装 AMD 平台时呢，如果说正常使用官方推荐的便宜口味呢，那散热可能就会和主板的第一个 PCIe 槽位打架了这张 B850M Power 为例呢，散热完成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去安装显卡了我们测试期间这个显卡也只能放到下方的 PCIe 乘4的插槽中进行了。最后呢，我们进行一个总结，酷冷的 V8X 3D HP 那这种发动机造型的设计产品的质感我个人都是非常喜欢的。酷冷的风冷的外观设计水平一直是很高的，即使是13年前的 V8 GTS 呢，现在看也很酷。那 V8 作为单塔风呢，相比于体积更大的这些双塔散热器，它的兼容性更好，安装更加容易，重量更低，能减少对主板 PCB 压力。塔体本身在整机运输中也不容易去变形。那这样的一个单塔散热能提供大约220瓦的 AMD 平台散热，其实表现已经很不错了980X 3D 这类是随便压的。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英特尔版本的表现毕竟今年270K Plus 性价比很突出。当然你要说价格的话，699元价格其实比酷冷自家的旗舰的水冷龙鹰2代不带屏的还要贵200块钱。那比起 Hyper 612价格贵了快1倍性能提升也就是2度左右。那这么看似乎是612更划算一点，但是其实本身风冷往上提一点性能都很困难，而且 V8 的这个外观做工相信非常多的用户是愿意买单的。那酷冷至尊在散热厂家都在靠做水冷屏幕去赚钱的时代，那还愿意花这么大的精力做出这样的风冷产品，我觉得还是值得尊敬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酷冷这款 V8X 3D HP 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朋友点小单点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您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情况，可以关注公众号传个3O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2套店铺全国数码，得超哥我们监管相见，拜拜。